在北京时间2月17日的早上8点，也就是欧冲突第724天，乌克兰这边正式宣布撤离阿瓦迪夫卡。在此前呢，俄军刚刚抵达在城区中部的火车站和中央公园，在里面的雕像上面插上他们旅里面的旗帜。与此同时呢，在泽连斯基打过卡的地方又被插上了俄罗斯第114旅的旗帜，红色的旗帜上面甚至有一个苏联的标志，可以说酋长是被贴脸嘲讽了。昨天他们的旗子在黄色的管道那里，现在呢又挪到了这里来，是把乌克兰在这边的守军完全不放在眼里。这是昨天晚上的战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在所有方向都在前进，而乌军呢则在大规模的撤退，开启了铁人三项，开始争先恐后的往城市的西边逃跑。在这里呢，他们会在堡垒区集结，然后再次试图跨过田野，泥泞的田野全部都是泥路和泥巴，从这里呢抛弃他们所有的重型装备，然后呢跑到田野的另外一边，求得一条生路。这个视频是乌克兰精锐亚速第3突击旅所发布的，在视频里所出现的是阿瓦迪夫卡的焦化厂。视频里面的亚速旅士兵抱怨，有60枚炸弹从天而降，日夜不停，敌人从火箭弹到炮火一刻也没有停过，数不清的步兵小队和坦克在进攻我们的位置，他们甚至使用了白磷弹，甚至可以燃烧我们的坦克，所产生的烟雾甚至还有毒。非常有趣的是，上次亚速旅发布视频的时候，他们在焦化厂里面作战，结果呢现在却跑到了焦化厂外面很远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这个视频是俄军第1斯拉夫旅所发布的，他们展示了他们的战果，他们在阿瓦迪夫卡方向完整的消灭了乌军第110旅第3连，甚至呢缴获了第110旅第3连的旗帜。这是由第1斯拉夫旅的第1营所完成的，第2营呢则是攻占了旁边的一个坚固据点。乌克兰士兵的鲜血流到了旁边的水滩里面，然后呢水滩被冻成了冰，看起来就像是倒在了红色的地板上。这个视频里是被俄军所抓住的乌军第3亚速旅的一名军官，他表示他们的部队当时被派进入阿瓦迪夫卡支援这里的友军，结果呢却被俄军给切断，一个连里面只剩下了2个排。那么为什么这名亚速旅的军官这么清楚旅里面的情况呢？因为他就是这个连的连长，他是被俄军从一个地堡里面给提溜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蟋蟀是如何发表他的撤离声明的。根据阿瓦迪夫卡周围的作战情况，为了避免被包围，为了他们的生命，我决定撤出我们的部队，离开这座城市，转而在更有利的防线上进行防御。我们的士兵以他们的尊严执行了他们的天职，尽一切可能摧毁了俄罗斯最精锐的军事单位，给敌人造成了人员和装备上的重大损失。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稳定局势，并且防守我们的阵地，但士兵的生命对我们来说价值是最高的。我们还将重新夺回阿瓦迪夫卡，荣耀属于乌克兰。蟋蟀呀蟋蟀，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早3天下这个命令，情况呢都会完全不同啊。在这3天的时间里，俄军切断最重要的一条公路，大部分的乌军现在只能选择步行逃跑了。俄军这边显然不会就这样看着他们跑，毛子呢蔫坏的。早在2月15日，他们就使用一种叫做耕作的远程布雷车，或者叫农业的远程布雷车，把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上布满了地雷。可以想象得到，乌军在晚上逃跑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摸到这些地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2024年，我们学到的第一个俄罗斯农业公式就是地雷加填线宝宝等于货物200。蟋蟀啊蟋蟀，我犹记得你刚上任的时候表示要增援阿瓦迪夫卡，阿瓦迪夫卡屹立不倒。但是没想到这才过了10天，你怎么就撤出阿瓦迪夫卡了呢？对此，前线的俄军表示，我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完全就是苍蝇在乱叫。对我们的空天军、炮兵和其他所有单位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大部分的乌克兰人都跑不掉，让他们被消灭或者被俘虏，把那些废话留给他们自己吧。俄军才不会管你撤不撤军的，他只会继续打你。尽管蟋蟀目前已经宣布撤离了，但是在阿瓦迪夫卡城区里面仍然有抵抗，有乌克兰许多的火力小组和他们的单位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他们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指挥部说该撤了。这些乌军分散在城区内部，还有一些乌军则从堡垒区撤退，松散着穿过田野向西边的村庄逃去。我非常期待这些乌军与地雷相遇的时刻，希望有无人机可以拍下来。而在北部焦化厂里面的乌军仍然在抵抗，他们在争取时间为后方布置新的阵地。俄军这边指挥这场战役的上将安德烈·莫尔德维切夫很可能会决定绕过北部的焦化厂，继续追击乌军，并且攻占乌军的新的阵地。清理整个城市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尽管在莱博的地图里面，他们把整个阿瓦迪夫卡都画成了红色，但是俄军还需要时间来占领整座城市，最后呢再进行排雷工作。但是毋庸置疑，阿瓦迪夫卡属于俄罗斯了，这是2024年俄罗斯解放的第一座城市。而对还在城内的乌军来说，他们的铁人三项正式开始，逃离阿瓦迪夫卡吧。
当然，视频还没有结束。有一个从阿瓦迪夫卡跑出来的乌军军官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是最后一批从阿瓦迪夫卡旁边的前苏联防空基地泽尼特里面逃出来的乌军。这名乌克兰军官隶属于第110旅第1营第2连。他说，通往阿瓦迪夫卡的路上布满了我们的尸体，我们本来应该早点保护我们士兵的生命，移除那里所有的武器和装备，把那里布满地雷，但不，我们并没有这么做。上级告诉我们不许撤离，不可能，你们必须要英勇的防御，你们会得到晋升的。但我们还是试图撤离那里。在2月14日的晚上，我们派了10个人出去，但敌人的炮火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最后只有3个受伤的人活着回来。在早上，我和其他3个人去抬最后一个伤员的时候，我们又被攻击了。本来只有1个伤员，现在又多了4个。我非常的幸运，我并没有失去移动能力。然后到了第2天，新的一天，新的挑战，我们组成了新的小队。上级告诉我们有一辆步战车来接我们了，会来接走伤员，放轻松一点。最后我们组成了更多的小队，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跑了出去，什么都看不到，大雾笼罩了几千米的范围。俄罗斯的炮火一刻没有停过，应该是无人机在给他们做指引。在通往阿瓦迪夫卡的路上，全部都是我们的尸体。我并没有傻乎乎的等着他们来撤离我们。我带着一个小队走进了未知的浓雾里面，俄罗斯的炮火攻击了我们，将我们的小队打得七零八落。但到最后，我成功的到了撤离点。我们派出去的第一支队伍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直接就死亡了，其他的小队与他们发生了交火，这让一些幸运的家伙跑了出来。当最后一个小队离开我们的地堡的时候，我们在无线电里面交流。那些受伤的伤员在地堡里面，在无线电里面问怎么回事，没人来撤离我们吗？指挥官回答道，不，没有了，把货物300留下，然后把一切都烧掉。指挥部并不知道他们在跟最后的伤员讲话。在地堡里面至少还有6个人，我难以想象他们的绝望。我们就这样抛弃了我们的伤员，这样愧疚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根据这名乌克兰军官所述，他们在那个被废弃的前苏联防空基地里面至少留下了6个重伤员。难以想象那些重伤员在听到自己被抛弃后是什么样的心理。当然他们不一定就会死，俄军有可能会救他们。好的，今天的特别日报到这里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投币码多多的给，点赞码多多的给。同时呢，也非常期待在阿瓦迪夫卡的俄军就像他们去年在巴赫穆特一样，在阿瓦迪夫卡最后的公寓区上面竖上俄罗斯的旗帜。